所有警员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目瞪口呆。凶手这次的作案手法极具艺术性，他将12具尸体用钢管连接固定，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摆放在了餐桌前，有的还被砍掉了手臂。此情此景再一次刷新了警方的认知，而这已经是第4起凶杀案了。第1起是离奇诡异的灭门惨案，从里面出来的警员全部胆战心惊。等到警长赶到时，下属的第一句话竟是 同事建议将此案移交给联邦调查局，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凶案现场。只见母亲和2个孩子被绑在椅子上，口中还塞满了肉类，一旁放着精心烤制的馅饼，而这些食材的来源皆由一家之主的父亲亲自提供。他被凶手腌制后送进了烤箱，接着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熏肉，脸颊被切成火腿片，与他的肝脏一起烹饪成了加油。最令人发指的是，凶手将家里的宝宝熬成了一锅肉汤。然而让所有警员费解的是，现场简直干净异常，所有 DNA 都是死者一家的，根本找不到指纹，并且没有清洁剂和漂白剂的成分，说明凶手没有清洗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唯一的证据就是地上的一滩奇怪粘液，他被送往疾控中心检验，暂时还没有结果，就连上面派下的专家小组都找不出一点差错，因为他们并没有遗漏任何线索。更让众人意外的是，受害者一家清清白白，并没有任何仇敌。黑姐认为凶手以前肯定做过类似的事，这不是新手作案，现场的手法太专业了，堪称完美。此时同事表示，他查询了目前的所有记录，并未发现类似的案例。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名修女记者突然找上了门，黑姐十分的不解，教会新闻机构什么时候对凶杀案感兴趣了？金妹解释他们的机构十分关注社会正义，属于自由派的天主教徒。然而黑姐一眼就识破了金妹。You want to drive traffic to your dwindling online site by talking about murder. The more gruesome, the better. The more traffic. 无奈之下，金妹只能坦白，死者一家是虔诚的信徒，而他们的牧师是自己的朋友。得知此事后，他认为死者一家是被凶手陷阱了。既然暂时没有突破口，黑姐便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她将能透露的信息说给了金妹听，其中包括男主人被烹饪的方式，以及其他人的死因。而母亲和2个孩子的死法最令人揪心，3人全部死于心力衰竭。They were watching, and their hearts stopped beating. Died of some sort of acute shock. 之后警察就到了，是死者的邻居凌晨3点报的警。他表示隔壁屋内音乐震耳欲聋。当黑姐说出播放的是莫扎特时，金妹立即说出了音乐的名字。The Requiem. It's the Requiem. Yes, how did you know? It seemed to fit. 听到这话，黑姐立即对其产生了怀疑，眼看就要拿起武器。可一番试探过后，黑姐发现这只是金妹的推测，随即便意识到她可能对破案有帮助，于是开始描述现场发现的奇怪粘液。它的气味会改变，从橘子味到琥珀味，然后闻起来又像腐肉，其中还夹杂着刺鼻的烧焦味。然而金妹却没想出它是什么。这边的案件还没有进展，另一个案件再次袭来，3名男子被拦腰斩断挂在了墙上，其中2人还丢失了下半身。然而现场却并不算恐怖，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3具尸体没有一丝血液，就算是被倒挂着也同样如此。而地上也再次出现了奇怪的粘液。黑姐下令找到血液，她可不相信血液会消失，一定是被藏起来或是倒掉了，并要求派出搜寻犬来协助找寻。就在这时 Roman 6. What are you? Sister. 黑姐立即将金妹赶了出来，还警告她这可是案发现场，罪犯大多数会出现在这，万一他盯上你怎么办？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金妹被吓得转身而逃。可令黑姐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刚一到家就察觉屋内进了人，随即掏出武器开始搜寻。一道人影从她身后闪过，追上去后就看到一个录音机正在放着安魂曲，拨开窗帘刚好发现了人影。黑姐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看到人后直接开枪射击，貌似一枪都没有打中。第2天，金妹再次找到了黑姐，而黑姐则是说出了疑惑，犯下案件的人似乎在戏耍着他们，这种感觉十分的令人不安。她接着说出了粘液的检验结果，它竟是高浓度的2氧化硫。金妹一听便想到了什么 Someone is messing with you. Go on, gag me to my lazy. That's brimstone. What? From the Bible. It's what's in acid rain. It's a curse, biblically. It's what's behind the acrid smell you described before. The breath of Yahweh like a stream of brimstone doth kindle it. Book of Isaiah. A third of mankind was killed by these 3 plagues, by the fire, the smoke, and the brimstone, which proceeded out of their mouths. Book of Revelation. Book is comforting. That one. Great. A religious psychopath. 凶手似乎是在嘲弄整个警戒系统。作为警长的黑姐对此头疼不已，只能整夜喝酒不眠不休地寻找线索。好在有个贴心的小女儿提醒了她，让黑姐意识到第一个灭门案中杀害一家5口的凶手或许是他们大学的同事，因为只有具备医学知识的人才能波澜不惊地做出那么令人发指的事。而金妹也引起了黑姐的怀疑，因为由她报道的谋杀案写的就像同人小说一样，一看金妹就是个热爱谋杀的疯子。第2天，黑姐对属下发布了命令，她要众人仔细检查现场，就连前门和人行道上都不要放过，尤其是未被检测的血迹，任何与尸体不匹配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只因他作案用的工具是手术刀，很容易伤到自己。伟大的评论家麦克阿瑟曾说过，
很多案件都是利用小细节侦破的。随后，黑姐独自前往修道院，准备调查一下金妹。她告诉金妹，凶手可能是死者大学的同事。然而没等说完，金妹就表示黑姐的想法不对。紧接着，两人便来到了金妹的卧室。她在墙上竟然做了一个破案板，详细标注了整个案件的过程。金妹解释，本案绝对不是熟人所为，被害人可能知道自己被跟踪，但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这个凶手已经超脱了世俗生活，他对被害者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召唤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并且凶手将自己视为了上帝。然而破案需要证据，这些只是金妹的猜想，根本无法证实。可金妹却依旧坚持自己的理论，她认为黑姐老派的警察逻辑早已过时，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凶手想通过残忍的手段告诉警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也没有人是安全的。黑姐听后正要反驳，可金妹却说黑姐已经迷失了，只有自己才能看明白。His testimony. To understand this monster, you must reach the ecstatic. 尽管黑姐并不太认同金妹的观点，可她依旧想要这么报道。就在这时，金妹接到了黑姐的电话。黑姐告诉她，他们在人行道上发现了血迹，已经确定了嫌疑人是上世纪90年代杀害数十人并贩卖器官的重刑犯丧彪，当年被判了21年监禁，9个月前刑满释放，现在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黑姐认为他是在重操旧业，于是便带着人马冲进了丧彪的家。可等他们找到丧彪之时，却发现他早已凉透。从尸体的情况来看，至少死了几个星期了。丧彪的母亲也被绑在了一旁，尽管还活着，但脑子已经不太正常，开口第一句竟是 Wake up! 等到母亲被抬走时，口中还念念有词，正是圣经里的言语。黑姐再次找到金妹，承认自己的想法全错了。现在她的直觉荡然无存，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原来他们都被真正的凶手给耍了。现场发现的血迹是凶手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把警察吸引到丧彪的家。他还明目张胆地留下了字条，并狂傲地签上了署名。 What's his name? Grotesquerie. I belong to those who have troubled the sleep of the world. And then, may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金妹听得一头雾水，暂时没有想法。黑姐还在一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上面刻有奇奇怪怪的符号。直觉告诉她，盒子一定与案件有关，便将其带回了家。黑姐将盒子递给了女儿，希望她能破解里面的东西。因为女儿一直宅在家里，最喜欢摆弄这些解密的东西。女儿好奇地观察着盒子，表示解开需要一些时间，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接连诡异凶残的案件，让从来不祈祷的黑姐起了祷。可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凶手再次作案的消息。当警员赶到现场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目瞪口呆。只见12名流浪汉被制作成了达芬奇的名画，那幅叫做《最后的晚餐》的作品。The Last Supper, sister, but for whom? You? Me? All of us? 就在黑姐一筹莫展之际，又一起凶杀案发生了。凶手这次的作案手法更加的令人毛骨悚然，他将10多具尸体分解，以极其诡异的方式重新组合，左侧是男人，右侧是女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人类的脑袋被替换成了羊头。此情此景完全震碎了警方的三观。当黑姐收到消息赶到现场后，警员的第一句话竟是 I don't know, it's like a Frankenstein. 更让警员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屋子所有的出口从内关闭，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侵入的迹象。黑姐刚刚走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愣在了原地，而放着的激情四射的音乐与人们沉重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姐愤怒地撤掉了电源，此刻的场景让黑姐有些失控。同事建议她回家休息，因为黑姐满身的酒气根本不利于查案。要是此事传了出去，警方该如何向小镇的民众交代？听到此话，黑姐怒了，她质问同事：“你心里居然还有民众？那你知道这些死者都是谁吗？”同事被问得哑口无言。随后，黑姐便根据尸块上的特征，准确地说出了每个被害人的名字。他们曾经都是边缘工作者，并且每个人都被警察抓捕过，而同事只是将他们锁起来，对他们的求助视而不见。And you want me out of here for the community, Jack? You don't know the community. And you don't love these people. 这一番话让现场变得鸦雀无声，在没有人质疑黑姐的工作能力，她立即要手下整理好所有被害人的资料，1个小时后放到自己的面前。凶手做了这么大的工程，此刻一定很累，警方现在或许有机会抓住他。Move, people! You heard her. Move, people! 黑姐找来了金妹，要其从自己的角度协助侦破案件。金妹表示，杀戮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而这正是凶手使用的语言。只要破解了现场的语言，就能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经过金妹的一番分析，黑姐认为凶手是一位外科医生、法医或者是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人。她建议检查附近的陆军和空军基地，最好是认识自己的人。凶手似乎在刻意的嘲弄她，因为死者都是黑姐曾经帮助过的人，所以自己才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凶手能够知道这些，那他一定就在黑姐的周围。于是黑姐命人从缝合线和针开始调查，找出供应商是谁，并查出凶手是怎么带着药物进入密室，又能不留痕迹离开的。众人必须找出这些事件的关联，本以为这样就能对破案有所帮助，可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让黑姐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她的丈夫已经昏迷了数年，身体早已出现了衰竭的现象。负责照顾丈夫的医护人员提出建议，那就是让黑姐同意安乐死。然而那可是自己深爱的丈夫，黑姐怎么可能在同意书上签字？可医护人员劝慰道，黑姐现在调查的案件太过诡异，她将所有精力都投在了上面，根本无暇顾及丈夫。而凶手就像一枚等待引爆的原子弹，随时都有可能伤害所有人。签下同意书，黑姐才能全心全意地追捕罪犯。面对如此
此心痛的抉择。黑姐愤怒地起身离开。就在她进退两难之际，另外一名医护人员出现，在她贴心的言谈举止下，黑姐感到了一丝的暖意，两人因此相谈甚欢。可也让她忽略了男人是个医生，更没有多想埃德接近自己的目的。就在黑姐开车回家之际，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下一秒。幸运的是，黑姐没有受伤。她从医院中醒来，由于酒驾，上司暂时停了黑姐的职，并将其靠在病床上，要她好好休息。然而案件还未解决，她可不甘心躺在这里。此时，埃德为黑姐送来了早餐。黑姐请求他为自己打开手铐。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埃德成功被说服，两人兴奋地逃出了医院。随后，他们来到了一处戒酒互助中心，听着别人叙述喝酒的坏处。黑姐感谢地请了埃德吃了一顿大餐，但凶手一天不抓到，黑姐就一天不能松懈。好在回到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小女儿的不懈努力下，她终于成功地打开了那个神秘的盒子。女儿本想讲述过程，可黑姐却一点都不在乎。她只想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原来里面装着一卷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坐标。于是黑姐给金妹打去电话，接着还找来了刚刚认识的埃德，希望他能在自己离开时保护女儿。尽管两人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但黑姐可不希望女儿受到一点伤害。临走前还放下了一瓶防狼喷雾。安排好一切后，黑姐带着金妹连夜前往了字条上的坐标处。可等两人来到这里时，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坑。金妹立即察觉，眼前的一切正契合着圣经中的一段话。 You have put me in the lowest pit, in the darkest depths. Your wrath lies heavily on me. You have overwhelmed me with all your waves. 就在两人揣测着凶手的意图之际，一辆卡车迅速的驶来，从上面下来一个男人。黑姐警觉地拿出武器，并且要其举起手来。男人解释自己是地质调查局的研究员，自从出现天然气裂洞后，他就一直驻扎在这里，并且提醒来到的人赶紧离开，因为火坑周围布满了断层，他要等到政府派人来管控这里。男人的话无懈可击，两人只能听从地离开。返回的路上，黑姐认为凶手给出的坐标是在恐吓自己。就在这时，金妹看到有人在向她招手，果然没走出多远，他们就发现道路被堵。黑姐认为大火一时半会扑不灭，于是就提议去附近的旅店暂住一晚。然而经过加油站加油时，老板竟劝两人赶紧离开这里，并且好像预料到他们将会出事一样，还热心地送出了急救包。黑姐听劝的迅速离开，可没等走出多远，黑姐就震惊地看到浓烟之中走出了一个头戴奇怪面具的人。紧接着就听到了金妹的大喊，只见马路中央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哀求着两人救救自己。金妹连忙让女人上车，而女人上来的第一句话竟是 It's coming! It's coming! Coming to him! Go! 黑姐两人救了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可她却拒绝了金妹提出的帮助，而是选择在一个汽车旅店下了车。同时黑姐也决定在这住下。然而金妹却感觉这里充满了不安的气息，看着紫色的泳池，她劝黑姐离开，但由于大火的蔓延，现在这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两人办理入住之时，却发现老板娘即便涂了很多遮瑕膏，也遮不住眼眶上的淤青。黑姐细心的发现后，便善意的提出自己可以帮助她，可老板娘却直接选择了拒绝。金妹有些担心刚才的女人，于是便来到洗手间寻找，可里面除了散落一地的带血的卫生纸之外，女人早已消失不见。两人跟着地上的血脚印，察觉女人已经跑出了很远。尽管金妹还想继续跟踪，可黑姐却让她不要多管闲事。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回到房间之后，看着黑姐熟练地掏出了武器，这让金妹越发的不安。此时黑姐开始向局里汇报情况，金妹则是出门透透气。突然她看到在路上向自己招手的男人出现。Lois, I think there's somebody out there. 没等黑姐回应，一声巨响传来，公路之上发生了车祸。金妹焦急地上前帮忙，温柔地安抚着被吓坏的孩子。此时她却看到老板娘的男友正把她向着泳池里猛按。金妹见状又匆忙往那里赶去。当听到有人在大声制止自己，尼克立即放开了老板娘。然而老板娘并未领情，还斥责金妹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意识到不妙的金妹立即去找黑姐帮忙，可失去信号的她有更重要的事，根本没有理会金妹的诉说，随即便来到了前台，想要借座机一用。看着老板娘脸上加重的伤痕，黑姐决定顺便向总部汇报此事。枪声突然响起，好在子弹打偏了。赶回房间的黑姐抄起了武器，带着金妹躲进了卫生间。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外面传来了老板娘的哀求声，两人冲出去一看，就看到尼克正用枪指着浑身是血的女人。黑姐试图劝阻，突然一辆汽车猛地冲来，上面走下一名黑衣男子，冒着枪林弹雨，准备将女人带走。金妹不顾危险地上前阻止，却不料被男人开枪击中了胸口。好在黑姐及时地呼叫了救援，这才让金妹捡回了一条小命。神父责怪黑姐太过自私，竟带着无辜的修女踏上险途，随即便将其赶出了病房。等候多时的上司本想批评黑姐，可看着十分自责的她，上司转移话题聊起了案情。他表示犯下罪行的凶手这么针对黑姐，一定对她恨之入骨。这就不难猜出，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被黑姐送进去的人之一。而2个月前，刚好有一个被判终生监禁的人出狱了，时间正与第一个案件案发时间吻合。此人名叫华姐，是个十恶不赦的人贩子，生意遍布了全世界。黑姐不明白他怎么可能被释放，就连上司也是一头的雾水。黑姐喝得酩酊大醉，震耳欲聋的电话铃声将其吵醒，凶手再次作案。现场的情形让法医们集体呕吐。当黑姐进屋之时，
就看到3个孕妇被开膛破肚，强行取出了里面的婴儿，墙上还写着嘲讽的言语。Follow me, Detective Tryon. 唯一镇定的警员告诉黑姐，凶手使用了剖腹产，并且手法十分的娴熟。如果当时立即缝合伤口，3人还是能够活命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让3人死于惊吓和失血过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由于案件情节越来越恶劣，警局又迟迟找不到凶手，联邦调查局准备接手此案，并可能强行要黑姐退休。然而黑姐却十分的不甘，凶手趁她出城时作案，分明就是在挑衅自己。Maybe if you're not on the case, he won't kill anybody else. Jack, are you fucking delusional? He is never gonna stop. Not ever. He... 黑姐知道抓住凶手的只能是自己，她命令手下检查3公里内的每个摄像头，直到上级开除2人。What does that phrase even mean? It means our killer is inviting me to be a follower. 就在这时，手下接到了电话，表示又有人失踪了。黑姐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里，发现现场还有3个孩子。警员告诉她，孩子们都被吓坏了。通过询问得知，他们的妈妈昨晚收留了一个男人，之后今早就和他出去了，并且妈妈还怀着宝宝。当黑姐问起男人时，女孩竟恐惧地摇起了头。安抚好她后，黑姐便准备在附近调查一下，刚好发现一辆汽车停在路中间，副驾上还有一滩血迹。黑姐跟着线索走进了橘子林，就看到一个老人正浑身颤抖着站在不远处，怀中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脸的惊恐状。黑姐上前轻轻地接过孩子，此时老人开始不停地呓语。He's coming. 黑姐将老人送去了医院，医生表示孩子不是老人的，就连他身上的血都不是自己的。黑姐感觉有些怪异。等到老人醒来之后，她便竟无语气攀谈了起来，说出自己名叫梅西后，老人就问自己的孩子在哪。黑姐明知婴儿不是老人生的，但还是询问他是否记得在哪生下的孩子。老人见状直接岔开话题，表示圣经中有过记载，90岁的莎拉还生下过孩子，我才66岁，生个孩子不是很正常吗？自己现在只想要回孩子，然后立即离开这里。黑姐听后只好揭穿了谎言，她告诉老人，血液检测结果表示她没法生育，但在另一个犯罪现场有3个孕妇被带走了孩子，我们将测试婴儿是否与他们匹配。It's not. 老人非常肯定地表示这个婴儿与他们无关，随后还说小镇上有邪恶在蔓延，有人需要用新生儿来进行光荣的仪式，好与这些邪恶做斗争。黑姐不解地询问，光荣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老人却答非所问。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you encountered me today, Detective? Maybe it was kismet. Maybe it was meant to be. Maybe it's a sign. I don't wonder. 黑姐根本不信这些风言风语，只好无奈地离开。上司告诉她，梅西并不是老人的真名。更耐人寻味的是，他是人口贩子华姐的手下，好像他是故意被你找到的。为了查明真相，黑姐便来到了华姐的居住地。华姐热情地邀请2人进了屋。黑姐好奇地询问她是怎么出来的。原来华姐在供出了其他的人贩子后，就被当成机密线人放了出来。黑姐质问华姐为什么要杀她，还犯下这么多案件来嘲讽自己。听到这话，华姐一脸的惊讶，表示自己可没兴趣干这些，她只是光荣仪式中的一环。此时警员发现有人埋伏，他立刻掏出了武器，随即通知了黑姐。下一秒，击毙所有敌人后，黑姐控制住了华姐，并从提包中找出了一把武器。看来她又要将牢底坐穿了。然而华姐并不惊慌，只是淡定地说道 You are being toyed with by a false prophet. He thinks we are on the edge of the end. Rumors of war, nations rising against nation. He wants to use you as a holy lamb. The death of a good woman will jar the people. Oh, hallelujah, will jar the people out of their stupor. That's right. It's happening all over. Slaughters of the evil and the good, so people will turn to salvation before the final chapter, okay? And you know this how? Why do you think I sent Maisie to you? Well, does Maisie know him? She was one of his congregants. 这话让黑姐意识到，原来梅西认识凶手。夜晚心事重重的黑姐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那边只是传来喘息声。黑姐立即猜出这应该是凶手打来的，她毫不犹豫地将其一顿臭骂，随后愤怒地挂断了电话。本想刷个盘子冷静一下，可黑姐却发现了异常，闪光灯猛地闪烁。黑姐拿着武器就冲出了家门。此时身后传来了呼喊，来人竟是丈夫的护理医生，对方拿着礼物想要缓和2人的关系。黑姐看在酒的面子上，将其请进了屋内，而医生也讲述起了自己的过往。原来他早就认识黑姐的丈夫，那是在一次公开课上，医生便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了黑哥。原本以为坦白之后黑姐会理解自己，却不料他直接拿起武器，命令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立即滚蛋。医生被吓得惊慌地冲出了房间。黑姐再次找到了梅西，试图询问有关凶手的信息，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但却说出了失踪婴儿的下落。警方火速地赶到了这里，当众人冲进来后，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数名孕妇被绑在栏杆之上，就像是牲口一样，胸前还连接着吸奶器，通过管道传送之后，缓缓地进入了婴儿的口中，这才使得他们没有饿死。就在众人解救孕妇之际，黑姐听到了安魂曲，她沿着声音的方向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房间，只见墙上贴满了偷拍自己的照片，旁边的锅里煮着不明的液体。突然一把匕首出现，青妹猛地惊醒，下一秒
蒙面人应声而倒。黑姐小心翼翼地上前，当她取下来人的面罩后，却愣住了，发现他竟是教堂的神父。于是带人立即前往了神父的住所，果然在这里找到了失踪的血液，以及他用来作案的工具和详细资料。然而奇怪的是，神父的衣柜里竟然放着一台呼吸机。他是个疯狂的信徒，之所以犯下这些惨无人道的案件，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上帝的存在。可问题是，这么多案件中，其中一起直接死了12人，还被制成了世界名画。黑姐可不相信这是神父一个人能办到的，她本想继续追查，然而上司却要黑姐结案并尽快退休。听着每年14万美金的退休费，黑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她愤怒地起身离开，可上司却大声说道 Wake up, Lois. 糟心的事可不止这一件，更让黑姐糟心的是，原本和自己约会的医生竟然与小女儿谈起了恋爱，看样子还很甜蜜，这让黑姐无言以对，只能不停地借酒浇愁。酒醉后便与两人大吵了起来，随即不再理会他们，径直地离开了餐厅。心烦意乱的黑姐歇斯底里地扔掉了所有案件的卷宗，决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随后黑姐前往医院，找到了丈夫的主治医生，表示自己已经想通了。她准备送丈夫最后一程。仰慕黑哥的护理医生出现，试图阻止黑姐这么做，然而她心意已决，没有人能够否决家属的决定。而黑姐坚持要护理医生为黑哥进行安乐死，亲手送走自己仰慕的人，这让她几近崩溃。一切结束之后，黑姐顿感轻松至极，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重担，她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为了庆祝，黑姐邀请金妹来家里做客。可就在金妹兴奋地描述着破案后的激动心情之时，黑姐却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她知道金妹与神父的关系密切，两人甚至有过亲密接触，有些困难的案件根本不可能一人完成。这段时间自己查案，金妹一直跟在身边，她最有可能给凶手通风报信，同时还能撇清自身的嫌疑。金妹听到这番话后，悄悄地拿起了菜刀，而黑姐继续说道 Viciousness of these murders. In an effort to get people back to your fading church, asses to masses was the only consummation you could get. Holy shit, sister! I think I just cracked the case. Blasphemy! 金妹决定不再假装，直接抄起菜刀向着黑姐刺去，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他们从厨房打到了客厅，好在黑姐身手了得，一脚踢飞了金妹。不等她挣扎而起，又拿起电话簿将其打进了厨房之中。自知不敌的金妹准备去拿武器，不料却被黑姐拦下。黑姐将金妹打倒，拖进了厨房，将其甩向了墙壁，随后抄起杯子向她砸去。金妹同样杀红了眼，再次抽出一把菜刀，疯狂地刺中了黑姐。痛苦之下，黑姐端起铁锅，就把滚烫的浓汤浇到了金妹的头上。看到他晕倒在地，黑姐试图去拿武器，然而金妹却很快醒来，如法炮制地把黑姐拉回了厨房，随即挥动菜刀，疯狂地刺着黑姐。画面一转，黑哥正在餐厅与小女儿两口子吃着晚餐，医生却是满脸的愧疚。原来两人早已结婚，无奈医生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让夫妻关系陷入了紧张。黑哥本想劝说他们，但两人却是越吵越凶，他只好选择默默地离开。医院之内，护士正在为黑姐清理身体，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似乎昏迷了很久。黑哥来到妻子的身边，温柔地为其讲着曾经的过往，显得是那么的深爱着黑姐。可最后他却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Because it's time to go. 说完之后，黑哥拿起了桌上的鲜花，毫不吝惜地将它扔进了垃圾桶。原来他决定对黑姐进行安乐死。更令人愤怒的是，曾经照顾黑哥的护理医生早就堂而皇之地住进了黑姐的家。警局之中，局长金妹正在研究着一桩家暴凶杀案，手下突然找到他，告知黑姐即将被安乐死。原来黑姐曾是金妹的导师。不得不说，看到这段剧情我的大脑萎缩了，甚至怀疑前面看的都是什么鬼。但故事还要继续，为黑姐注射药物的正是犯下所有罪案的神父，现在他是医院的医生。等到金妹赶到医院之后，黑哥却愤怒地将其赶出了病房。这些年来，他与黑姐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黑姐非常讨厌金妹。黑哥可不希望他打扰妻子上路。此时女婿愧疚的出现，黑哥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的就要将他撵走。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No, I'm not going until I see Lois. You ain't seen her.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最终在女儿和黑哥的见证下，黑姐即将走完最后一程。厨房之内，金妹以胜利者的姿态嘲笑着黑姐。就在她要彻底的解决黑姐之时，强烈的生存欲望激发了黑姐的潜力，她起身再次与金妹打在了一起，但由于身受重伤，终究还是被金妹压制。当氧气管摘下来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黑姐失去了生息。金妹再次捡起了武器，将枪口对准了黑姐，可却迟迟不敢下手。仪器显示黑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也缓缓地飘飞而起。就在这时，黑姐抓住金妹的脚踝，将其猛地绊倒在地，成功地完成了反杀。黑姐瞬间惊醒，心跳也恢复了跳动。我认为之前发生的所有罪案都是黑姐在昏迷时产生的幻想，她将自己身边讨厌的人幻想成了敌人，并以此来舒缓生活中的压力。现实之中，黑姐开始下降，幻想中她拿起了武器，一枪打爆了金妹的脑袋，压力就此消失，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就在所有人都骂她烂尾时，剧情却突然180度转弯，最后反转再反转的剧情更是让人欲罢不能。黑姐在死神的手中险象
象还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在心理医生诊断过后，便顺利的出了院。然而来接他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家人，而是他怨恨的金妹。金妹曾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凭借着他教的本领，顺风顺水的当上了警察局长。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行要黑姐退休，所以在梦境之中，黑姐给他安排了一个从犯的角色，而作为主犯的医生，完全是因为他曾建议对其进行安乐死，所以黑姐才把医生塑造成了丧心病狂的杀人犯。黑姐并没有回家，而是前往了朋友的家中。略作调整之后，她决定率先解决一下家庭矛盾。朋友开车载着黑姐来到了女儿的家中。黑姐本打算解释一下自己过分的行为，然而女儿完全不给她开口的机会，对她与丈夫的不忠，心中充满了怨恨，最后更是一巴掌扇向了黑姐。听着女儿激动的话语，黑姐悲伤异常，她只能默默地选择了离开。随后黑姐前往了黑哥的家中，看着早已登堂入室的女人，让她意识到与丈夫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黑姐平静地叙述了自己的想法，随即拿出了离婚协议书，走之前还不忘祝福两人，心中的一块大石放下。黑姐顿感心情舒畅，她再次返回了女儿的家中，将自己没说的话说了出来。她表示自己深爱着女儿，不管女儿如何看待自己，她都不怪女儿。但之前的那个耳光的确伤了自己的心。紧接着一巴掌扇过去后，黑姐便潇洒地离开了。本以为就此终于能过平静的生活了，可在定期的心理咨询中，医生告诉黑姐，不仅他对黑姐的梦境感兴趣，另外一个医学博士也对此十分的好奇，并且打算与黑姐面谈。进屋之后，博士便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黑姐做的不仅仅是梦，而是看到了未来的场景。这话让黑姐震惊不已，本以为这只是博士的推论，然而夜晚的一个电话却让黑姐如坠冰窟。金妹慌张地请求他帮自己。原来小镇上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只见母亲和2个孩子被绑在椅子上，口中还塞满了肉类，而这些食材的来源皆由一家之主的父亲亲自提供。最令人发指的是，凶手还将家里的宝宝熬成了一锅肉汤。此情此景如此的眼熟，竟然和黑姐昏迷时做的梦一模一样。当时她在昏迷期间，梦中接手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一起灭门惨案，现在梦境竟然真的成了现实。黑姐怎么都想不明白，难道真的如同博士所说，自己在昏迷时看到了未来？金妹的电话打断了黑姐的思绪，她要黑姐来旅店见面，随即拿出了一瓶液体，这液体同样与黑姐梦中的奇怪粘液一致。黑姐瞬间意识到，一定是有人看了自己的医疗报告。My dream reports. Someone is painstakingly trying to recreate them. A copycat is using my dream. 金妹并不相信这番推论。此时黑姐再次有了大胆的想法，她认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个凶手，并且将其从梦里带了出来。金妹听得一头雾水。黑姐突然再次表示，或许自己还在昏迷之中，现在的一切依旧是幻象。她拿起桌上的小刀，让金妹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一刀。如果她能感受到痛苦，那就说明周围的一切都是真的。黑姐没有告诉金妹答案，而是默默地走进了卫生间，却不料外面的金妹遇到了危险。Justin? What are you doing? Think I can track you down? 来人正是金妹的家暴男友，昨晚只因她做饭晚了2分钟，就对其大打出手。要不是金妹手中有枪，她可能昨晚就丧命在了男友手中。将晚饭愤怒地扣在她的头上之后，金妹伤心地离开了家中，却不想她追到了这里，还要继续教训她。没有防备的金妹完全不是男友的对手，被其按在床上一顿摩擦。千钧一发之际，幸好卫生间的黑姐听到动静，持枪走了出来，这才及时制止了男友行凶。然而男友根本不怕黑姐，他曾听金妹说过黑姐的事情，也知道她做的怪诞的梦境。男友觉得黑姐就是个神经病，并且认为她根本不敢开枪。金妹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黑姐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朋友的家中，却没想到丈夫与小三竟在这里。黑哥更是说出了惊为天人的话语，他希望黑姐不要离婚，并提议3人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这话让黑姐觉得恶心，她没想到丈夫竟是这样厚颜无耻之人，随即愤怒地将2人撵出了屋外。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黑哥2人回家的路上，这个横插一脚的女人竟然与黑哥提出了分手，这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瞬间成为了孤家寡人。更令黑哥绝望的是，金妹带着手下来到了他讲课的大学，随后告诉他，一名女学生对其提出了指控，控告黑哥侵犯了自己。黑哥顿时语无伦次，承认是和这个女人有过一段关系，但这却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根本不存在人身侵犯，更别说是强奸了。然而控告他的女学生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为了黑哥不当众出丑，金妹决定不给他戴上手铐，但他被拘留是肯定的。尽管交了高额的保释金，让他成功的避免了惩罚，可由于留下了案底，大学直接开除了黑哥。连番的打击之下，让他再也承受不住了，于是留下遗书后便服药自杀了。好在发现的及时，黑哥被送往医院救了回来。女人坐在他的床边，斥责黑哥太过自私了，他这么做就没想过自己女儿的感受吗？哭着说完之后，女人气愤地离开了医院。痊愈出院的黑哥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上面表示那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而这人正是他的前女婿。埃德解释自己加入了一个互助团体，专门帮助像他们这样的失足男性。埃德建议黑哥也去看一看，反正闲来无事，黑哥便决定与他去一探究竟。来到会场之后，这里已经坐满了人，而他们的组织者竟是对黑姐梦境感兴趣的博士。他热烈地欢迎了黑哥，并请他为众人发表一番有关男性文化的演讲。作为一名哲学教授，讲起话来简直是手到擒来，滔滔不绝的言语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众人，其中不乏警察的身影，甚至为黑姐治疗的心理医生与照顾她的主治医生都在其中。这让我不得不猜想，难道这些人与凶杀案有关？不久之后，黑姐突然住进了精神
神病院，他再次质疑起了世界的真实性。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心理医生询问他发生了什么，原来黑姐在昏迷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主治医生在和护士狂欢，并且醒来后找他进行了对峙。然而医生却表示那只是黑姐的幻觉。 I do believe it. You know why? Because you are not who or what you say you are. It's some sort of demonic rage. 医生愤怒地打断了黑姐，并表示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他，自己救了他的性命。但没想到黑姐会这样冤枉自己。说完这些之后，医生径直地离开了。如果这些还不能让黑姐质疑世界的真实性，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的让她陷入了绝望。那天在杀了金妹的家暴男友之后，她离开不久后又返回了现场，可不仅尸体消失了，就连整个房间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似乎有专业人士掩盖了一切。而黑姐刚好认识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曾经被自己抓进去的华姐。她悄悄进行跟随，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只见金妹正在与华姐会面，黑姐直接来到警局对质，可金妹却拒不承认，只是解释自己确实见过华姐，但并不是为了清理现场，而是帮她救出一名极其重要的手下，以换取破案需要的信息。黑姐询问金妹的男友在哪，金妹则表示自己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了。这两件事接连被否定之后，让黑姐彻底的陷入了疯魔。她坚信自己已经死了，周围只是惩罚她的地狱，所有人都是被派来折磨她的恶魔。可当黑姐看向角落的摄像机时，她对眼前的心理医生产生了怀疑。自己的梦中一共发生了5起凶杀案，而这个现实中发生了1起。一个模仿杀手复制了自己的梦境，能够做到这点的，只能是看过自己病历的医生。心理医生知道黑姐是在怀疑自己，于是向她解释道，黑姐曾经亲自同意将自己的病历用于科学研究，只要是内部的人士都看过她的文件以及详细资料，这样的人有数百个之多，凭什么怀疑是她犯下的凶杀案？如果非要怀疑的话，最有嫌疑的是黑姐的丈夫以及具备医学双博士学位的女儿，但还有一个更有可能的嫌疑人，那就是黑姐自己。这话让黑姐陷入了沉思，她失魂落魄地返回了自己房间，不停地反思着最近发生的一切。就在黑姐怀疑人生之际，金妹突然来到她的房间，向其承认自己撒了谎，她确实要求华姐处理了男友的尸体。现在金妹想请黑姐帮忙，因为又一起凶杀案发生了，场景正与黑姐梦中的第2起凶杀案相似。只见12个人被钢筋残忍地固定在桌前，摆出了一副世界名画的样子。中间的那人正是黑姐的主治医生，旁边的一个女人则是指控黑哥强奸的那名学生。黑姐深吸一口气，终于确认自己处于现实之中。那个干练的警探又回来了。All right, people. Bag every piece of evidence. Print every surface. Do your jobs and do them well. Meet me in my old office in 1 hour. You're gonna help us? Who else is gonna solve this case, Jack? And we need to start telling each other the truth. 1 hour.